大家好，这里是宋书新语。昨天和今天我连续看了10多篇论文，选出了6篇今天给大家先介绍一下，非常有意思你们一定要看完。今天我们先讲中科院加拿大 UBC 和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的3篇论文。那第一篇大学是中科院的，实际上呢是中科院把3个独立团队的实验的综合分析这么个论文这3个单位呢分别是中科院大学、武汉大学和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分别用 CWL 代替。论文题目叫什么呢？就是这个含有标称铅10 X 同 X 磷酸6氧的化合物的微尺度相和磁性。我们先看一下论文的内容那么他们说呢，我们收集了含有名义上的铅10 X 同 X 磷酸6氧化物的化合物的样品这些样品呢是由3个独立的团队合成的，并在微观尺度上研究了它们的化学、磁学和电学性质，以克服在大块测量中遇到的困难通过利用光学、扫描电子、原子力和扫描金刚石氮控位的纤维技术，我们能够建立局部磁性性质和特定微观化学项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呢，虽然这个铅10杠 X 同 X 磷酸6氧项似乎具有混合的磁性贡献，但是呢，显著部分的抗磁响应应该可以归因于富含铜的区域比如来自硫化铜的反应。此外呢，我们的微区电学测量揭示了电流路径跳跃和硫化亚铜电阻状态的变化现象，这为解释与这个 LK99 的相关的化合物的电学行为提供了潜在的解释。那我们看一下这个论文这就是这个论文的这个标题后边这有一些详细的介绍论文强调硫化亚铜就是 LK99 的相关化合物的第2项之一被发现呢可能是 LK99 中表现出类超导电学行为的原因。那为了探究硫化亚铜的影响呢我们对 C 和 L 的样品进行了生长后退火，并随后呢比较了在此过程之前和之后的特性。那 W 的样品呢在合成过程中已经进行了退火， W 就是武汉的那其中呢就是图1显示了生长退火那么C 生长 L 和生长 W 样品的放大光学显微镜图像这是上一篇论文里边的图片。那3呢是退火过程引起的硫化亚铜的明显的氧化。他说令我们惊讶的是呢，退火样品和 W 中仍然残留着不可忽略的硫化亚铜要实现硫化亚铜和铜相的完全氧化，可能需要延长退火的持续时间。那最后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收集和分析了3个独立团队的合成样品，抗磁响应呢是来自硫化亚铜。这是结论我希望大家呢不要把这个单独的化合物硫化亚铜和 LK99 的这个硫化亚铜相相混淆。实际上呢这是有区别的硫化亚铜这个是一种无机化合物，大家知道它的化学分子式就是 Cu2S， 它是一种黑色或者灰黑色的固体密度大概是 4.92 克每立方厘米它的熔点呢是1103摄氏度。硫化亚铜它是一种半导体那么它具有比较好的这个导电性。硫化亚铜呢有多种晶性结构，目前发现的有呢单斜晶系、六方晶系和立方晶系，其中常见的灰铜矿具有相面特性。那么当温度低于 101.5 度就是纳米线，或者 103.5 度就是快采的时候呢那么称为低灰铜矿它是低温单斜晶结构，每个铜原子周边呢有8个硫原子。那么当温度高于这个 101.5 度那么
它就表现为所谓刀相啊，就是高温六方精细结构，也就称为高辉铜矿。每个氦原子周边啊有6个硫原子啊，这2种结构呢都能够稳定存在，所以它是一种啊有毒的化合物，你要是吃了的话可能会中毒的。硫化亚铜啊，它是一种不含磁性的材料，就是我们说单拿出来硫化亚铜，它不具有这个自发磁化的这个性能，也不具有铁磁性。这是因为这个硫化亚铜的电子啊，它的排列呢没有排列成那种有序的磁矩，相反呢，电子的磁矩啊是随机排列的，所以它总的磁矩也就是0。大家知道磁铁能够吸引磁性材料，是因为磁铁的磁场呢会对磁性材料的磁矩产生力，对吧？那磁铁的磁场呢会使磁性材料的磁矩呢排列成相同的方向，从而就产生了总磁矩，这个总磁矩就会被磁铁的磁场吸引。那但是论文里边还针对硫化亚铜做了实验。论文里说，我们对纯度为 99.5% 的硫化亚铜颗粒啊进行了电流和电压实验。由于硫化亚铜呢在 370K 到 380K 附近发生结构转变，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 101.5 度左右，那么大电流呢会导致局部温度变化，从而导致硫化亚铜的结构呢从低电阻状态呢转变为高电阻状态。那么他们也通过扫描电流绘制了 348K 下的硫化亚铜颗粒的电流电压结果。所以当电流扫描加热时间设置为100秒0到50毫安的时候呢，观察到了电阻的转变；而当电流扫描加热时间限制为10秒0到40毫安的时候呢，观察不到电阻的转变。那这种现象啊与这个 AGI 报道中的现象相似其中电阻率呢是从阿尔法结构向转为贝塔结构向的时候呢，变化了近3个数量级他说引用了36这个参考资料确实比较有趣的是呢，他说 LK99 的相关化合物与超导体的许多特性相似，通过利用综合微曲技术特征来自3个独立组的含有铅10 X 铜 X 磷酸6氧的化合物，我们确定在 LK99 相关化合物中观察到了独特的磁和电特性，可能归因于微尺度的相混合物，特别是存在硫化亚铜及相关区域。尽管过去对硫化亚铜的结构进行过广泛的研究，但是它的电学和磁学性质的细节还需要进一步研究。那我们的研究呢，强调了在微观尺度上探究物理和化学性质的重要性，特别是无法获得相当大的这个单晶这个早期阶段作为探索新型材料的有效方法。那这种研究方法也被证明在理解量子材料的复杂不均匀性和相互关联的顺序方面具有优势那中科院的论文还是在死磕硫酸亚铜硫化亚铜，那这个也挺好我们把一个点研究透是吧？也许呢能找到答案。第2篇论文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就是 UBC 它是一个理论计算，题目叫呢铜取代的磷酸铅磷灰石作为繁衍不对称威尔半金属。作者呢是本杰明 T 周看来也是一位华人那么他是在这个香港的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导师叫罗锦团教授。那么这是这个论文的标题。那第2个作者叫马塞尔·弗朗茨呢，是 UBC 的物理系教授主要研究呢凝聚态物理和统计力学最近主要关注量子物质的拓扑态问题。他是拓扑量子物质、非常规超导和强关联电子系统的领先专家。在 Google 上Google Scholar 上呢有200篇论文被引用超过了17000次那这个前面那位周博士呢也是做这个在 UBC 量子物质研究所博士后的研究员他的研究方向呢也是凝聚态的理论和超导。那这篇论文的内容是
基于对称性论证和最新的密度反函结果针对铜取代的磷酸铅磷灰石就 LK99 的时候，他们发现呢，这个材料具有反对称倒置的威尔半金属那在3D 的布里渊区的时间繁衍不变的 F 点和 A 点附近呢，存在一对具有相反手性的威尔节点这些威尔节点呢，以不同的能量出现，它们都具有不寻常的威尔电荷就 CW 等于正2，并通过呢2条平行于主轴的拓扑保护的费米弧态连接起来。他们还研究了原子自旋轨道耦合对这个材料带结构和电子性质的重要影响，并讨论了所提出的带拓扑对该材料的强关联物理学可能的影响。那提到的威尔半金属是一种拓扑相它的电子能带中呢存在质量为0的威尔费米子威尔费米子呢是一种具有手性的无质量的粒子，它在场的量子论和标准模型中呢有重要作用。威尔半金属的表面或边界上有一种特殊的电子态，叫做费米弧。那费米弧呢是一种连接不同威尔点的一种一维电子态它可以产生的奇异的这个疏运现象，比如反常的霍尔效应和手性磁效应。那 UBC 的论文结论是什么呢？LK99 这个材料不太可能具有室温超导性。得出这个结论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LK99 的这个窄带很可能是自旋极化的这使得呢电子很难配对并形成这个库珀对铜的现场斥力参数很大，这可能导致大间隙的莫特绝缘体而不是超导体那么需要更多的实验来确定 LK99 的确切的晶体结构，并且证实理论推测。然而作者也指出即使 LK99 没有被证明是超导体，他们的研究结果仍然具有相关性。那这个研究在 LK99 中呢建立了一个有趣的能带拓扑其中2个2阶的威尔点非常接近费米能级，这是一种呢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有趣材料，因为它有可能用于实现新的基本现象作者得出的结论是 LK99 呢不太可能成为室温超导性的候选者，但这个研究的结果呢对于进一步的研究仍具有相关性就是话仍然没有说死，对吧？我们再看看第3篇论文。第3篇论文来自美国的印第安纳大学化学系论文的作者是亚历山德鲁·乔治斯库那他是印第安纳大学呢布鲁明顿分校化学系的助理教授那么他是理论和计算科学家，致力于基础科学，重点研究呢固体无机材料和它的电子特性他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在那里读完了本科硕士，然后在耶鲁大学呢获得了博士学位。那论文中讲了以下几层意思他说呢，用过渡金属离子掺杂这个绝缘材料可能是材料设计的一个关键方向，目的呢是工程化相关的电子态。那在掺杂材料中呢可能出现的现象关键因素是线域晶格电子相互作用和掺杂引起的对称性破缺。那为了解决这个关键问题呢，开发一些新的工具，它们可能对理解掺杂材料的性质至关重要。铜掺杂的磷酸盐这个磷灰石即使在理想化的计算中也是强绝缘，有强烈的电子晶格耦合，导致一个孤立的空穴态，与材料的导带和价带以及铜杂质中的填充电子带分离，并且有一个明确的能系打开，可能是一种绝缘透明的材料，有颜色中心而没有超导行为就是颜色中心叫 color center 色心，强烈的电子晶格结构耦合表现为铜环境中的1度 A 的奇变是由于轨道的简冰性的破坏而导致的。这表明这个材料可能只是在室温下透明，有可能在低温的活跃的铜颜色中心那么这种材料呢，如果这种材料有任何磁性，它们可能与价带中有些利余化的
未成对的铜电子有关，可能是一种弱形式的铁磁性。此外呢，最近的工作也表明呢，母体材料的晶体结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那过渡金属颜色中心可能对量子信息设备有用。尽管如此呢，我们写这篇论文是作为一个教程，也是为了强调一个相对未被探索的可能的方向。作者认为呢，铜掺杂的这个铅磷灰石是一种具有潜在应用的新型材料，但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它的性质和潜在应用。你看话呢都不说死。好的，今天的这个3篇论文和大家聊到这里。刚才这个教程就刚才这个就很有意思。实际上呢，由于 LK99 的这个合成路线简单无论将来 LK99 是否会被确认为一般意义上的室温超导，这个材料都很有价值。刚才那几个论文都这么说了，我觉得很有可能将来的物理化学、什么凝聚态物理、材料专业很可能把 LK99 的这个合成写进教科书，变成一个必做的实验。你觉得呢？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我们先读这3篇论文，明天上午呢再发剩下的这个3篇论文的视频。如果大家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请您关注、点赞、留言和转发并欢迎呢专业人士拍桌，我头铁不疼。希望大家多交流，再会，拜拜。